大家好，我是豆皮哥，欢迎回到豆皮潮流 Real Talk。由于前阵子我们签了一台特斯拉 Model Y 回来，在签车之前，我们做了一些 research， 去看哪一些配件是我们要先买好来做使用看看的。那这阵子我们使用的心得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，哪一些配件是值得买，哪些是不值得买的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吧。这个是防水的脚踏垫，这个非常推大家买，蛮必要的。因为平常上下车的时候会把一些石头啊、树叶啊或什么脏东西跟着鞋子一起带上车子来，所以这个很建议大家买，因为非常好清理。所以，然后这一款也是非常的合尺寸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推的。Screen Protector 就是保护这个萤幕的一个保护膜，这个也很必要，因为你一直按屏幕，你的指纹啊，有时候手有一点脏的都会放到上面。这几个小泡棉是新的科技，我第一次使用到，所以它是有附跟这个 Screen Protector 是有保护膜是有附的，所以它在上下左右都放了这个海绵上去，然后等一下把保护膜放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好它的尺寸，然后压好后再把这个海绵拿掉。这样子你的尺寸就比较不会跑掉，不会粘了又要拔下来，这样基本上可以一次成功。然后保护这个泡棉拿掉以后，如果中间有一些空气的话，也可以使用这个泡棉把它推出来。这个是脚踏板的一个 cover， 这个我也是非常推荐的，因为在这个踩油门的这一片上面，你踩久了之后，它磨损掉会平。那你在踩油门、踩刹车的时候，如果滑掉的话，就有危险。所以装了这一个，可以防止这个打滑的部分发生。所以这阵子我开起来，我是蛮推荐有这个东西的。下一个，这个是 cup holder， 因为有些人说你饮料放进去，它的 cup holder 太大了，所以多装这一层会比较合一点，饮料不会洒出来。但是这个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你饮料放进去的时候，它会跟着起来。接下来这个是安全座椅的保护垫，这个如果有小朋友，因为像我有2个小孩，我要放2个 car seat 在上面，那这时候基本上会把
Tesla 的座椅会压坏，所以这个保护垫还蛮必要的，所以我各买了一个。然后最后我发现它保护的程度不太够，所以我在下面垫了一个抹布，让保护力更加强一点。接下来是这个小抽屉，在这个中间这个抽屉，因为原本它是直接一个很深的，所以你东西放进去就是下面。但多了这个抽屉真的非常方便，你要放一些钥匙啊，放一些纸巾啊，其实多放着就等于有多收纳的空间，不会说全部东西都丢到最底下，所以有2层的作用，这个还蛮推荐大家的。接下来是这个手机架，一开始牵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手机要放哪里，后来看到这一个配件，所以后来就去使用。它安装也是非常方便，只是压下去，然后后面有一个还可以放一些，它是拿来放太阳眼镜的一个小空间。然后它这个手机架左边右边各有一个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放左边还是右边。那通常我开车我使用，所以我是放左边，驾驶座这一边。安装也非常方便，就直接扣下去就好。它非常稳定，而且它可以直向或者是横向，手机也不容易会掉出来，稳定性还蛮高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放手机的话，也是蛮推荐买一个这一个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对特斯拉配件做的使用分享，跟哪一些比较推荐，哪些不推荐的。那在每一个配件的购买链接，我都有再放在下面，都是 Amazon 的 link。很建议大家喜欢的话，直接点 link 去做购买的动作，因为在 Amazon 如果你买回来使用了不喜欢，你都可以随时把它退掉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在 Amazon 购买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配件的分享。那喜欢这类型影片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豆皮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